那今天这个视频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在这十几期视频里面我的拍摄方法的一个变化。目前呢，我已经把我的主力机位换成了手机了。我其实一开始是没有把握的，但是换过来之后呢，发现画质各方面还非常令人满意，而且呢，它的便捷性啊，大大的这个提升。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目前随时随地拍摄所用的一些器材，还有我的一些心得，供大家参考。可能不见得每期视频里面都要全部用上，但是大部分的内容都可以使用。那么首先我们先讲一些辅助的这个配件。首先第一个就是黑皮的这个剑齿虎 C100。那我用这个大力夹的目的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我外出拍摄要应对的场景比较多，尤其是我要夹在一些桌子和那个圆形的管径上去架设我的机位的时候。C100呢，它是目前为止我所发现的，就是既兼顾了便捷性和夹取的宽度厚度，就是它的这个夹取的宽度又大，但是呢折叠起来之后呢又最便携的一个 C100。这个我也单独给大家做过视频，大家可以参考我们之前的这个设计。目前还没有找到更好的这个替代方案。虽然它夹取这个平面的厚度依然还是不够，但是目前这是我能够找到的最便捷的一个方案了。那么与之相配合的，你看上面有一些接口嘛，相配合的是这个，其实有很多选择。我选的是这个幽兰子的，我忘了是哪个型号了，应该是幽兰子的 Magic Arm HD01。这个好处是它两端都带手拧的阿莱定位柱，就是我对于4/0阿莱是有执念的，一长一短，这个也基本也够用了。夹在桌边，这个升起高度支持10寸的，也 OK 可以用。当然，如果你觉得这个长度不够的话，你可以换其他品牌的11寸的，这种更长的设计都可以。它中间的是不锈钢齿盘，这个确实很好用。然后呢，架在末端，因为我的机器已经换成了这个小米15 Ultra 了，所以呢，我在顶部实际上装这么一个东西，就是把 MagSafe 的这个冷靴的这个夹子放在这儿了。那么 MagSafe 的冷靴夹有很多个设计，为什么选这个？这是因为它是为数不多的第一个超级轻薄的设计。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你看它好处是什么呢？我固定完大家就可能看到，它这2级的机构可以让手机进一步的把机位架高，把角度调得更好。而且呢 MagSafe 因为它那个是圆形的，有很多机位呢，你可以通过手机在上面去晃动，就是这些自由度之间互相补偿来获得。然后我的背景就是一块这个大的魔术布，因为这样的话它比较能够吸收环境中的这个反光，不会出现那种高光死白的那个现象。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这是 BRDRC Flymail 的那个版本。然后呢，这个补光灯就是 Amaran 的 ACE25X，这个灯很亮，而且呢支持无线控光，快拆。而且平时呢，我一般会把它放一个蜂巢的这个格栅，搭配起来使用，续航也不错，还支持磁吸。而且它有一个 Boost 的模式，可以干到40瓦，够用了，这个足够了。会配合一个迷你支架，这个是 Smallrig 的，忘了型号了，反正手边有一个，就拿起来就用了，就这个。拉开也挺长的，这都够了。然后这个1万毫安时的酷戴科10号 mini 带一根线，1万毫安时55瓦，相当够用，而且非常便携。那么最后就聊到这个手机，这手机我是怎么使用的，搭配上哪些技巧，这里呢给大家着重的分析一下。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聊聊这个手机的这个摄像系统啊。我一般是很少装滤镜的，我外出拍摄有可能会装，但是室内拍摄因为光线是可控的，所以一般就不接任何的滤镜了。但是我会装一个67毫米的这个滤镜环，是因为我在不用的时候，还可以放个镜头盖，把镜头保护起来，而且放桌面的时候，这种方法会更加的平整一些，看到吗？这样。然后我也放了一个 MagSafe 的隐私环，这个随便一个品牌都可以，这个很多人问我，这个无所谓啊，品牌不重要。对吧？贴上去之后呢，你像这些还能接着用。好，小米15 Ultra 它的影像系统啊，那么相比于我之前的手机还是提升很大的。我之前用的是 P60 Pro， 它有这个1英寸，包括1.4的那个长焦，都很好用。那么用这套摄像系统呢，它的好处就是从超广角到长焦，
等于有了一个一镜走天下的配置，并且它有计算摄影，所以呢，这个拍摄起来就非常的爽。它这个我接下来给大家讲讲我的影像系统，我是怎么配置的。通常我拍照的话，就是室外我会带上这个拍摄手柄，包括我也配了这个指环。室内我现在通过录屏的形式给大家去呈现和展示啊。我一般会用这个参数来进行录屏。这是24×1080，码率选最高50，屏方向自动。声音的话呢，就一般会系统内加麦克风都选，帧数60，因为我的现在拍摄的都是HLG Rec 2020色域的，然后60 fps 的，并且要显示触摸，这样的话给大家展示的时候会比较的方便一些。好，然后呢，回到这个相册。好，回到相册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目前的一些基本的用法。我会把录屏放在这儿，大家可能看的就比较清楚了。我一般会这么用啊。拍照的话呢，我首选是1英寸的，这个画质很好。其次呢是3倍，因为3倍这个镜头呢，它支持长焦微距，并且它还有一个很特殊的能力，就是可以通过多张对战来形成一个全景深的一个效果。曝光补偿这里可以单独进行调节。然后呢，如果你加上了这个拍摄手柄，看到啊，这是一个很特殊的能力。如果加上拍摄手柄之后，因为你在这里不是可以变了吗？然后呢，1倍你看它会有这个近距自适应，2倍、3倍。当你拍摄的时候，你看你需有这个能力的，会有景深扩展的能力。通过景深扩展的话呢，你就可以很方便的去改变你的拍摄的这个效果了。你看景深拓展如果是关闭的话，那么它拍出来的，它肯定就中间那一点点是清楚的，前后都是模糊的。但如果你开启了景深扩展的话，它通过多张合成拍出的画面是前后都清晰的，看到了吗？所以这个用来拍风图是非常方便的。这是我的其中一个用法。然后呢，从这个其他的焦距没有这个能力，只有3倍的这个长焦微距有这个能力。好，我们继续聊。再接下来的话呢，就是一般还不用录像嘛，用录像模式，用这个专业模式，一般用专业模式去录像。这是我目前拍摄的一些常规的这个参数，这里给大家看一下。一般我首选的是1倍。就是用1英寸的底去拍，因为1英寸呢，它的光圈比较大，画质也比较好。然后呢 4K 60，最高可以拍 4K 120，但是 4K 60我觉得就够了。特殊的一些画面呢，用 4K 120。然后防抖一般是把它关掉，关掉之后呢，可以获得尽可能宽的像场。上面电瓶和直方图，这看起来都非常的舒服。就是现在小米对于这些系统的优化做的是非常好的啊，这做得非常好。另外呢，你还有这些，你比如说收音类型，那这个是非常好用的。如果我对着屏幕巴拉巴拉说的话，那我就选后指向，这样的指向性更强，有一定的降噪效果。如果我会环绕着这个手机进行收音的话，我会选择全指向或者是双指向。然后这下面是可以调这个电平值的，这是内部增益。另外呢，这个小米15 Ultra 也支持外置麦克风，外置麦克风插入的一瞬间，这些收音类型都消失了，只剩下增益的调节，所以对于收音来说也是非常方便，而且这次音质也非常好，所以我现在一般已经不用外接麦克风了，我就直接用相机自己的麦克风就可以了。那么现在我拍摄整个画面的是一台 Pocket 3，Pocket 3我现在也基本就只用就是 Pocket 3自己的麦克风了，我无线麦克风可用可不用，我觉得，因为现在的机身麦克风做的都已经非常好了。然后呢，我一般不用 LUT。这是我的一个基本是 LUT 我一般log 我一般不用，就是我发现小米15 Ultra 的这个 log 模式啊，套底之后在 Premiere 导出的时候，有一定几率会渲染的时候会报错，就导致我的渲染失败。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很好的解决，而且小米官方的 LUT 呢是把 log 曲线还原成 Rec 709，它不支持 HDR10 的真彩。那么你想要做一个高动态范围的颜色显示的话，你还要自己进行调色，这个显然我不具备这个能力了。测光模式我一般不用，我是用的是全手动曝光。你看我的，如果光线比较好的话，比如把 A425 开到功率比较高，那么这个时候呢
4K60我就60分之一秒 ，ISO 80， 5650，然后焦距呢用自动的对焦，因为这个自动对焦效果也还行，我觉得能接受。如果是一些比较苛刻的特写的话，那我就会选MF。颜色呢，我选原图，千万大家不要选徕卡。选徕卡之后呢，这个帧率会限制到30或者是1080p。好，那么这些讲完之后呢，还有一些更加硬核的设计，就是在应该是在这儿，点击这儿，点设置。这个设置里面有更多的关于相机参数的这个调节。你比如说手柄这部分倒还好说，这边我一般不动。拍照的部分呢，我一般会这么来做。我们主摄默认选23，你尽可能广，越广，你的sensor 利用率越高。照片格式呢 ，HEIF 和 JPEG 都行。然后照片质量选超高，然后测光人脸优先，自拍模式这是我的选项，去痣、妆容适配，这个一定要选，因为年龄比较大了现在。然后拍照方式，这个是触屏拍照我把它关了，因为触屏拍照呢特别容易误触。手势、声控和悬浮快门都可以。万物追焦、街拍一般用的少。录像这一部分重点讲一下。第一个，万物追焦把它关掉了。这个有的时候在拍摄我的场景里面嘛，它不是很合适。如果拍摄野外的场景的话，拍宠物应该是可以的。杜比世界这个一定要打开，它最高支持 4K60。它的这个是我后来看了一下，它是 REC 2020的色域，然后是10比特420的这个色彩空间，它不是422，是420采样的，但是10比特420，然后 4K60是每个情况。自动帧率低光，因为我是手动布光的，所以我一般就不用了，光线足够强。编码我用的是 HEVC， 效率更高，时间是27265。然后呢，声音设置里面的话呢，如果你看这里面设置是有讲究的啊。如果我现场非常嘈杂的话，那我就会打降噪，默认打开。这个时候呢，一键降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否则我一般把它关掉，关掉之后用小米手机收制的声音质会更加的这个优秀。空间环绕声把它打开，反听和追焦都把它关掉了，因为尤其是音源追焦，它会限制你的帧率到30，而且不支持杜比世界或接麦克风，所以这点算了。所以只要是在声音设置里面，就是智能降噪的开或者是关，是有一定的技巧和方法的。好，通用设置里面呢有更多的这个设置，比如参考线我会选黄金分割，并且把中心标和水平仪打开，这方面构图参考。然后在这个参数显示上，能显示的全部都显示，要充分利用屏幕的这个布局。然后保留相机状态，这个呢会保留。滤镜我一般也会勾选，这个就在拍照的时候是管用的。在录像的时候那就尽可能不用。功能布局这里我一般就不动了，已经调好了。更多的模式，我会选择这个方式，因为这个方式的屏幕利用率更高。音量键可以选倒计时快门，然后街拍快门样式这个无所谓的。自适应镜头这个我一般会开，我会把长焦自适应关掉，因为长焦自适应呢，如果是裁切主摄的话呢，画质就比较差了，所以呢，我尽可能要用那个大底的长焦的那个主摄，所以自适应关了。但是近距自适应我会把它打开，因为距离近的时候相对来说可以容忍一些。相机声音、地理位置都保留。那么其他设置的话，这里防闪烁以及防误触都把它勾上。那么这样的话，就把我的你看这后续的每一个介绍都有了。那这就是我对于我相机的一个基本设置。等我通过这个设置以后，那么读出来的这个，因为这次小米15 Ultra 的这个 USB-C 口是 USB 3.2， 速度很快，实测考卡速度能到200兆每秒，拷贝速度也很快。然后到剪辑的时候呢，在 PR 里面直接建一个叫 REC 210 HLG 的 4K60 的时间线，然后直接剪输出，简单的拉一拉对比度和亮度就可以输出了。所以最近的这些片呢，我都是这么干的。然后呢，风图怎么弄呢？选择拍照，你看这个时候因为我从广角到标准到长焦几乎所有的焦段了，所以这个时候我拍风图就可选择余地就非常之大了。那么它真的很便携，而且画质我觉得够用。从来没有一天能够想象我会用手机来完成我的所有的这个内容的拍摄。对了，另外还有一个设置需要跟大家补充讲一下，就是在一些特殊的场景之中，比如说那天拍的CGIC 的那个三脚架，
它不是可以自动弹开嘛？我用了高帧率，高帧率的时候，这个在小米15 Ultra 上最高的帧率是1920，就是1080P 1920，接近200倍的慢放，这也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个内容。但是呢，用这个模式拍，要求你的手机就不能太热。如果你的手机太热的话呢，这个快门是按不下去的。所以呢，大家如果要用到这种超高速的摄影的话，建议你规划好镜头，先拍慢动作，再拍主摄。因为主摄拍时间久了，像这个手机还会非常烫的。这个时候它会屏蔽掉一些其他的吃性能的这个能力，比如说慢动作。这点在我拍摄的时候，吃了不少亏，供大家参考。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我在目前拍摄的一些全部介绍了。那么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请务必不要忘了点赞、转发、3连。我们下期视频再见。